我赚到800%，搞不清楚朋友的定义是什么。要不把钱投下去，你这个钱越来越薄，你是不是要换一个朋友圈？磨不起的东西就不要买。8+9的行为，到底什么是不该花的钱？高雄的消费，相对于那些世界级的 mega city 来讲，它是一个消费的洼地。上面一整趴都是讲怎么赚钱，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和谁一起赚钱。因为毕竟我们人类是群居动物，很少有办法单打独斗。当然有一些天才，我觉得不排除有天才，一个人就可以像一匹独狼一样，他可以做得非常的好。可是大部分的人，如果你有一个小小的 team， 会让你赚钱的过程可以更舒适一点。这个地方呢，就要和大家引用一个概念，就是组建你的厨房内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有。厨房内阁这个词最早被提出是在快200年前的一个美国总统，当时政敌想要描述他有一些不可告人参与讨论的团队，然后用了厨房内阁。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词？这一群人通常都是对你非常忠心的人，愿意和你分享的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做重要决定的时候，有一群这样的人帮你判断你的 idea 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靠，那你的人生会比你一个人去思考来得轻松太多太多太多。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又不是总统，我去哪里组建这种厨房内阁？去哪里找这些智囊团？去哪里找这么多专业的人可以帮我提出这些很好的建议呢？厨房内阁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它不是你。我们常常会说一件事情，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可以站在一个另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所以他的角度永远会比你更清晰。而且通常厨房内阁我们要去选的这个人，他不惧怕你，并且他忠诚你，他愿意和你分享，愿意把一些并不是那么好听的话跟你说，这就是厨房内阁存在的意义。我们刚刚说到婚姻嘛，厨房内阁最好的组成伙伴或许就是你的另一半，因为你的另一半如果是你精挑细选的情况下，你们两个人真的是彼此认定的，愿意去磨合并且携手一生的，你们真的可以作为彼此最好的厨房内阁。你既不是他，你又了解他全部，那就是你可以帮他提出比他更清晰的建议。我的厨房内阁。那如果我不结婚怎么办？不结婚，你就是要去找我刚刚讲到的对你忠诚、愿意和你分享，并且了解你的那一群好友，广交好友，这也是很重要的。好友的定义是什么？我就问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朋友是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说，朋友就是一起上班啊、上学啊，同学或者同事有可能成为你的朋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同事跟同学都是你的朋友。很多时候你已经成长了，你已经成长到另外一个思维的维度了。你会发现有一些同学或者有一些同事，他的思维维度完全没有办法跟你产生共鸣，你们没有办法同频了。这时候这些同学或者同事甚至还会给你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些就不是好友。比如说你已经愿意去学习一些财富的规划，而你的这个朋友却非常的大手大脚，怎么连这个都没有？你好 low 哦！就赚这个钱，你在做什么财务规划？对，像刚刚我们讲到的财务规划，需要滚动的去审视，我们的朋友圈也需要滚动的去审视。当你已经发现你已经站在你的朋友圈顶端了，你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对你产生正面的影响了，那我觉得你就要去思考，你是不是要换一个朋友圈？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冷漠，但事实上如果你想要做更好，这可能是一个必经之路。这个情况没有那么容易发生的，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几乎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一些你可以学习的方向。如果真的发生我刚刚说的这么极端的，你真的看不到其他任何人对你可以产生正向的影响，那你就是真的替换你的朋友圈。但是我觉得也需要去省思，是不是我自己太过高傲了，没有去发现别人的优点。这中间大家要去找一个平衡，这非常的重要。如果有一些朋友说啊，我其实真的没有在交特别多的朋友，我也没有什么社交，我没有好友，我要怎么办？可以在网络上 follow 一些你的模范的榜样，你的wannabe，你觉得你非常喜欢这个博主、这个 YouTuber 的风格、观念、生活状态，真的是你想要，你觉得你10年以后、20年以后希望过得跟他一样，那你就可以 follow 他。比如说，我真的很讨厌有一些8+9的行为，结果你在 YouTube 上面 follow 了一个8+9，我真的很想要有一段美好的婚姻，然后你 follow 了一个每天都在跟你讲一些婚姻很负面的事情。榜样是有力量的，而且这个力量是在你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就已经会进行的。你经常看这个东西就是会被影响，人就是这么的脆弱。好，这就是和大家分享的到底和谁一起赚钱，包含的你要组建你自己的厨房内阁，包含了你要广交好友，包含了你要重视榜样的力量。讲完怎么赚钱呢，就要来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样花钱。说起来应该都知道吧，理性花钱，不该花的钱不要花。到底什么是不该花的钱？大家有没有想过？老婆说不要花的钱就是不要花的钱，反正钱是你在管的，你说不能花就不能花。大家在花钱的时候一定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我要开始做自媒体啦，所以我开始要买一个相机，然后呢我就去买了，这东西一定是我该花的钱。拍了3次之后，原来做自媒体这么累的，那个相机这么难学，还要学这么多参数，不会用，最后放在那边就在那里积灰。多少人被我说中？如果没有说中，我觉得另外一个例子应该说中超多人。我要开始健身啦，所以我要去买很多的瑜伽服，我要开始练瑜伽啦。
说的就是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我只要每次开始有一些运动计划的时候，我就会买很多的运动的衣服。但大家其实也看到，我到现在还是个运动废物，其实没有很擅长运动，可是我真的拥有很多的运动的衣服。大家回顾一下我刚刚说的这个2个案例里面，这些钱是该花的钱吗？看起来是该花的钱嘛。要做自媒体，我是不是应该买一个相机？要运动，我总不能裸奔吧？我还是要有衣服穿的嘛，对不对？可是我买来之后，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在用。那这钱到最后其实不是一个该花的钱。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判断这个东西到底是该花还是不该花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你在购买的时候，看起来只要花1次钱，只要消费1次，但事实上所需要的支付是2次。第一次你支付了钱，购买的那个钱，标签上面的钱；第二次你支付了使用它的习惯。你有没有办法进行第2次支付，才是决定你该不该花钱的关键。我就不该买瑜伽服，我就应该找一找家里有那种舒服的 T 恤，我就可以穿起来了。我先坚持个1个月再说，我已经确定我可以继续下去了，再去买一些合适的专业的运动衣服。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评判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做这一笔消费的标准。消费了并不代表你拥有奢侈品，怎样可以判断它该不该买？为什么它叫奢侈品？它就不一定是必需品啊！你没有这个东西，你也可以活得好好的啊！奢侈品的思维是要用奢侈品的思维去思考的。奢侈品它有它应该出现的场合，你应该不会睡觉的时候拎个铂金包吧？它如果有使用的场合，它有呈现的它价值的地方，就可以买啊，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你有这个场合吗？真的有这个需要吗？对你有更好的影响吗？其实在之前的影片也和大家分享过很多次，我是那种超级实用主义。我的鞋子，我有买那种400多块钱的鞋子，我也有3、4万的鞋子，但这些鞋子在我的鞋柜里面，他们是放在同一层。我在穿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在想，我只是会在意说今天我这身衣服应该穿哪一个鞋子，哪一个搭配。它磨损的时候，我那个心情是一模一样的。你在买一个奢侈品的时候，如果你已经觉得说啊，它磨一下我会很伤心，我会舍不得，磨不起的东西就不要买，这样就可以了。刚刚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讲累积下来的财富是赚来的钱减掉花掉的钱，那这个花的钱如何有效的花，如何花的聪明，就会决定了我们累积财富的一个速度。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一下，财富自由它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大家都知道啊，赚钱你要去大城市，越中心越好，最好搞到曼哈顿。同样一份工作，比如说你在曼哈顿做，跟你在非洲的村里面做，收入是完全不一样。不论这份工作它是什么样的职业别，但我相信它那个收入的数额是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越靠近中心城市，你的财富累积就会越快，但是随之而来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花费也会高得惊人，而且这份花费在你有孩子之后会叠加的更快。有2个孩子，那烧钱速度真的是会吓死人。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想办法去做一些不同的人生的决定。通常在你踏入职场的第1个10年，我会建议你真的正经八百的找一份工作，请你去最大的城市，越大越好，最好是大公司的工作，可以更快的累积到行业的经验，做到你的工位上去工作，感受一下那个职场的氛围。因为在你职场的第1个10年，距离红利是非常明显的存在。你要知道啊，当这个公司有一些裁员的计划的时候，对于老板来讲，裁掉那个每一次只能在电话会议里面听到的那个声音，或者在视讯会议才能看到的那个员工，要比裁在坐在他办公室门口的那个员工啊，要简易太多了。可是这个距离红利呢，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随着你的工作的经验的增长，它这个红利会慢慢的降低到一定的程度，你会发现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个距离红利。这时候你可能就可以去选择一些消费的价值洼地，你在那边住可以降低你的生活的支出。这件事情其实在以前应该是非常难达到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大家所谓的职场就是你要去一个固定的场合去上班，我才可以获得一些固定的收入。可是因为现在得益于像 AR 的技术，还有 AI 的技术，各种各样的技术的发展，你会发现所谓的数字游民越来越多。而且其实像很多人把自媒体作为主业，开设网络商店做电商，他们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场地的限制，只要通网的地方其实哪里都可以。所以对于这样的行业别来讲，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没有必要大家都扎堆往那个最中心的城市去。我有一个大学的学长，考教师甄试的时候一直去考屏东、台东这样的学校，他就没有去考高雄、台中、台北。教师的基本薪资是一样的，但他就去选择一些他更轻松的城市，更喜欢的城市。对，我们把现在的家安在高雄，是现在的家，以后会不会搬我不知道啊，反正现在的家我们是安在高雄，其实也是有这一方面的考量。因为事实上其实我们从事的行业，我们可以透过网络来工作，我们其实只要用出差的形式去到我们需要去的录音棚，
比如说台北的录音棚、首尔的录音棚，我们只要去到那个录音棚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工作可以透过网络来工作 ，YouTube 的部分就更加了。所以这些考量就是我们觉得高雄的消费，相对于那些世界级的 Mega City 来讲，它是一个消费的洼地。不论是正常的日常消费也好，还是教育的花费也好，如果你正在找一些职业地或者居住地，这个部分也给大家参考。好，前面我们讲了如何赚钱、如何花钱、和谁一起赚钱，终于要来到下一点了，就是如何守住财富。很多观众听到这边就觉得说，哦，没关系，反正我的财富一共只有2000块，不用守住，只有2万块不用守。不，任何时候都要守住财富。很多人觉得说，我的财富仅仅是指我那个账户里面躺着的那点钱，或许我们的现金没有那么多，可能真的很多人月光族，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富是什么？是信用。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法让你用你的信用去杠杆、去贷款、去融资，也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投资的机遇来找上门。和大家分享如何守住财富的第一条要义就是财不入急门，不要急。很多时候你听到，尤其是一些理财的一些资讯，王先生这一次投资如果你没有跟的话，太可惜了啦。李小姐，台积电已经掉到1000块以下，你现在不买的话，以后就没机会了。每一次觉得自己抄底了，都抄在山顶上。人不管有钱没钱，对钱的渴望那是一定的，不需要有谁说啊我对钱是没有渴望的，不可能，每个人都对钱有渴望。所以当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个机构、有一个组织跟你讲说这个投资的机遇千载难逢，你只要跟进去，马上财富自由。这时候大家就要停下来想一想，把刚刚那些知识点全部都 review 一下。什么叫财富自由？是我真的赚到这个钱我就自由了吗？而且我给你这个钱真的就可以自由吗？事实上，这样的机遇通常是坑居多。当你一急的时候，你的脑袋就不是正常人的脑袋。你一急的时候，就会把我们刚刚分享的所有的知识点全部都忘掉，包含我自己。对，我们之前也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惨痛的小故事。2年前吧，那一段时间呢，我们非常的繁忙，忙到我每天会忘掉吃饭的那种程度。然后有一天呢，我们往来的某一个银行的行长给我打电话，李小姐，请问你最近有空吗？可不可以快一点来一趟银行？这一次真的有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的机遇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债券啊，讲了一大堆。我当时心想说这么忙，因为刚好有一天会路过他们的银行，就想说哦好 OK， 我们就去，我们坐下看一看，吃早餐而已，反正就坐在那边听他讲。听完之后呢，我就觉得说，既然这么好的投资机遇，行长都说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遇，我们就赶紧就买吧，拿2张单子就快点把那钱签一签。到现在还在亏，到现在还是亏很多钱。其实我们生活中真的会遇到非常非常多这样子的事情。当你听到一些话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天哪，好急啊，赶紧把那个钱搞到位，要不然我真的错失这100个亿。内心是就会觉得说，我会亏很多钱呢，明明就没有亏，明明现在那个钱还好好的躺在我的账户里，我只要不买，我根本就不会亏。可是内心就会觉得说，我会亏很多钱，我没有觉得说我没有赚到那个钱。你看我们之前在看房子的时候，每一个房仲都会跟我们讲，今天不下斡旋的话，真的没有这么好的价格。你真的需要给自己的时间，不要急，去思考一下，我真的需要这个吗？没有别的选择了吗？我真的懂这件事情吗？不懂的事情，我觉得真的不要去碰。我们投资通常是为了抗通膨嘛，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话术，都会跟你讲说啊，现在通货膨胀的那个比例6%啦，8%啦，很多啦，你再不把钱投下去，你这个钱越来越薄。可是事实上，你想一想，真的没有什么人因为通膨破产，从来没有听说过。可是因为抗通膨去乱投资破产的人就一大堆。有一个加拿大的非常有名的富商和陈老师分享的一个财富观念，这个财富观念呢也影响我们到现在，就是不赚牌桌上的最后1块钱。我们去赌场，然后他就说，你现在拿100块进去赌场，你输了30块的时候，你就要出来了；你赢了30块的时候，你也要出来了。他说他这一辈子不论是投资房地产、股票、基金，甚至是去赌场，他都是坚持这个概念，就是设定一个止盈点跟一个止损点。我觉得真的如果好好执行这一条的话，财富真的可以很好的握在手里面，而且会稳步的增长。我就不一样，买虚拟币1个小时之内吧，我赚到800%。当时就觉得说，天哪，这钱也太好赚了吧！我没有等到8000%，我绝对不走，它一定还会再转。现在好，现在剩2%。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尤其是在股市牛市的时候，身边总有那几个7大姑8大姨。现在股市太好了，我今天一天就赚了100多万。在网络上有很多那种什么少年股神啊，每天秀那个账单很多个零。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当新闻里说那个股市最近不太好，房市不太好的时候，他们就闭嘴了。真正可以把财富留下来握在手里的人，他就是这么少。如果想要把财富握在手里，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在从牌桌上下来的那一刻，那个钱才是你的钱，不然其他的钱啊都是我的币。
好了，今天这几期影片真的应该剪完之后会非常的长，我大概聊了有2个多小时。今天聊的这个财富思维观念非常非常多，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细究的话，应该真的是很多财富观念里面的冰山一角。不知道看完之后大家有没有一些小心得，欢迎和我们分享。也希望今天的这些财富小心得呢，可以帮忙你更快的搭建你的财富城堡，也在未来可以看到一些财富资讯的时候，帮你去做一些正确的判断。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啊，下周4我们再见啦，拜拜。